各位线上的同修，大家晚安，大家好，欢迎大家齐聚在云端的灵山法会，共赴一场心灵的飨宴。今天晚上我们读书会很有法味哦，主题叫做方便与真实啊。9年前呢，也就是2014年呢，我出版了一本书，书名就叫做《方便与真实》啊。现在我们先用一点时间来解释佛法的方便与真实啊。然后之后呢，我们会举很多的日常生活的例子来以示显理啊。所以前面这一段呢很有法味啊，但会稍微深一点点啊。请大家耐心听下去啊。那接下来呢，再听我们所举的例子啊，就会豁然开朗啊。佛法的法门啊很多，所谓呢法门虽多，不离全实啊。全实之外，别无他法啊！意思就是说，佛法虽然有84000法门啊，甚至法门是无量啊，追根究底呢，离不开方便法跟真实法。所以每一尊佛啊，要讲经说法，都要先从方便法开始说起啊。虽然讲方便法，但最后的目标是要入真实道。所以《法华经》才会讲。开方便门，示真实道。开方便门就是开权显实啊。示真实道呢，就是废权立实。开权显实啊，这个权呢啊，就是什么？就是权巧方便，权宜之计啊。药很苦，很难吞，但把它包上一层糖衣啊，就很容易入口吞咽的嘛。那这一层糖衣呢，就叫做权巧方便呐。那实呢，开权显实的实呢，就是真实就近的意思啦。开权显实就是开方便门，示真实相啊。那废权立实，这个废权呢，不是把方便法废除或者废掉，不是这个意思哦，而是暂时把它放在一边啊，不去谈它。那立实就是直指人心啊，不要再浪费时间的，直接谈真实法的意思了啊。所以对外度人呢，要用开权显实啊，开方便法。那对内制度呢，要废权立实啊，直指人心，讲重点。那内修跟外行所用的法有所不同，因为对象不同嘛，这样才会对机而变成妙法了。其实《法华经》呢，随便拿一个字来解释，就解释不完了，所以很难理解啊。因此呢，才说无上甚深微妙法嘛。虽然艰深难懂啊，但知难行易啊，而且呢，深奥微妙啊。简单讲啊，慈济人慈济士的真人真事啊，就是在行《法华经》啊，就是把经铺在地上的去力行。不是只有靠嘴巴唱诵而已啊！这个叫做行经啊。那这样解释大家就容易理解了嘛。所以虽然很深甚深，但微妙啊，这道理在这个地方啊。那《法华经》也是要从方便门呢去入门呐，所以经文才会说：本机开2门，法欲谈真密，普使诸权小，悉证佛菩提呀。我相信，如果我们有在做早课的人呢，常常都会碰到这个唱诵《法华经》序啊，那这句经文是这样子唱，大家一定就知道啊，以前我们也有上过早课嘛，是这样子唱的。本机开立门，法有谈真密。普使诸权小，悉证佛菩提。这句经文是这样子唱，大家印象很深刻。30年来，我们在做早课都会唱到这句经文嘛哈。那本机开2门的本，指的就是人人本具佛性啊。那机呢就是在人间呢显机度化是指佛陀呢显机在印度，原本是生于皇宫嘛，
为了解救天下众生，开启人人的心门，点亮千年黑暗的心宅啊，所以佛陀就亲身经历的修行过程呢，以他这个过程呢来教导众生跟着佛陀的足迹而行让人人知道呢，自信就是佛性，人人皆可成佛的意思啦。所以要拯救苦难跟愚痴的众生有2道门一个是方便门，一个是真实门，所以才叫做本机开2门虽然说是2道门其实2道门是终归于一，叫做一圣真实法。好，再来法欲谈真密真正的法，凡夫无法理解啦。所以佛陀讲经，每一部经都有本跟机，也就是方便法跟真实法。每一部经都有譬喻谈法，用许多人间事项人间的事项呢，来配合着诸佛妙理来以示显理施权说教这个就是菩萨道的修行法门好，再来普使诸权小悉证佛菩提这句话就比较容易理解了。意思就是说，让那些根基比较弱的也能够觉证菩提啦。那这4句经文的解释就是这样。方便呢，虽然是各有不同啦，就好像说大家乘坐的交通工具不一样，但最后还是到达同一个目的地所以佛法的真谛就是讲权中有实，实中有权，权实一体，权实并严也就是说，方便不离真实，真实不离方便。你侬我侬我泥中有你，你泥中有我就好像我们人一样犬齿相依骨肉相连一样2个是密不可分。佛陀所说的经典中可以说大部分都是方便全教只有最后在唱演《法华经》，也就是讲一圣真实法门，这才是佛陀来人世间的最大的目的跟本怀佛陀以种种的因缘跟譬喻呢或者权巧方便呢，来对众生呢开示悟入这个入就是指入人群开示悟入这个入就指入人群，很重要，因为离开人群就没有什么法好修了佛陀希望呢引领弟子们从声闻缘觉再走入菩萨道由2圣3圣走入呢一圣大法，叫做大圣。透过人群中的人与事的修炼，将我们从凡夫的这个境界里面呢带入佛的实境里面这个就是开权显实的大圣实教。实教就是真实法的教化啦但是要讲真实法之前呢，就必须先运用方便法，方便法在前面才能透过方便法呢去显真实法啦。意思是这样子的。那为什么要广行方便法呢？就是要广摄根基不同的芸芸众生让教化众生的触角呢广深刚刚讲嘛，8万4千法门就是这样子嘛但是最后呢，万法归宗全部归到众头来众串的众头万法归一，也是这个意思嘛这个就是刚刚所讲的普使诸权小悉证佛菩提的意思啦。所以大圣的真实法就是一部能够运载一切有情众生，让他们渡生死河达涅槃岸的大型车辆也就是《法华经》里面所讲的大白牛车啦好，以上讲的是诸佛妙理现在要来讲人间俗事所以借俗事来显真理嘛以前我们常常讲嘛，志工们各依不同的方便门进来慈济里面修行。除了4大志业、8大法印是善巧方便的世间法之外呢，也依众生的需求而投其所好，成立了很多例如教联会、警联会、义联会、仁医会、荣董会、慈友会、能联会、慈亲
慈少、慈幼、儿童班等等。那透过这些方便法来接引呢跟慈济有缘的善男子、善女人呐。然后这个活动过后呢，大家借读书会跟共修呢、培训呢等等，去深入经藏，体解净思法脉，并发心立愿勤行菩萨道啊。那就从这个地方有形的宗门进入无形的法脉，而让自己呢福智增长，脱胎换骨啊。所以在慈济里面有很多浴火凤凰啊，谱出一篇篇动人心弦、感人肺腑的平凡人不平凡的故事啊。这个就是有方便入真实的微妙之处啊。上个月呢，2月6日啊，土耳其发生瑞士7.8世纪大地震啊。台湾除了立即派出130人的这个搜救团队之外呢，在土耳其驻台湾代表处的呼吁下呢，希望台湾民众能够捐献物资嘛，由土耳其航空公司免费呢运到那个伊斯坦堡去啊。那土耳其驻台北代表处的这个征得慈济的同意之后呢，呼吁民众把物资呢都送到我们慈济的内湖环保站呢。那本来是计划2月9日开始到2月15日啊，也就是这个物资的筹募呢，这计划是1个礼拜的。结果募到第3天呢，也就是2月11号9号开始募，9、10、11啊，募到11号才3天而已。这个土耳其代表到内湖环保站现场去一看呢，吓到了，因为土耳其航空公司答应免费运载的数量差不多50吨左右了，可是第3天而已现场的货物呢，把它预估起来大概差不多250吨。如果再不停的话呢，会超过这个代表他处理的能力范围啊，会变成烫手山芋啊。后来考量很多善心民众跟企业团体呢，已经订购的救灾物资也付了钱了，但物资要过几天才能送到，那怎么办呢？也不能退钱呐，运过来你又截止了，于是就把这个截止日期呢延到2月13号，本来11嘛，再延2天到13号，这样物资筹募总共是5天呐。结果这5天虽然是募资筹募是5天的但是呢，慈济动用的总共在2个礼拜里面呢，动用了11000多人次的志工来处理这些物资他5天后截止的嘛，可是慈济接手的时候又继续做，总共做了2个礼拜那从过去一些国际大型灾难或发生在台湾大灾难也好呢，慈济一般都不会马上去筹募物资当年的921大地震呢之后呢，正言上人亲赴中部灾区亲眼目睹来自四面八方的赈灾物资，小至矿泉水，大至棺材都有琳琅满目在灾区里面堆积如山那时候呢，正言上人就很严肃提醒大家，这个是继天然灾难后的另一个灾难，叫做物资灾难那2004年的南亚海啸呢，我在斯里兰卡灾区也是亲眼目睹所有的政府的仓库堆满了来自世界各国的救灾物资但是那个时候因为政府是碰到这个灾难是100年的大灾难那政府已经是失能跟半瘫痪哪里这些物资到的时候，政府哪里去找人来整理跟分类的工作呢？要哪里找人来发放呢？把这么多琳琅满目又种类不同而且数量庞大的救灾物资呢，要紧急发放出去理论上呢是可行的，实际上这是非常困难的事情不止如此，因为没有及时发放出去嘛，土耳其还是冬天，现在还是冬天还好，那个时候斯里兰卡是四季如夏，放在仓库里面温度很高有些物资已经过了有效期包括食品类跟医疗物资，我在现场一看都已经过期了这个是在斯里兰卡我亲眼所见的后来2013年的菲律宾海燕风灾也是世纪大灾难也是国际型的大灾难也是一样，救灾物资来自世界各国，塞满了政府的每一个仓库，但是就是没有再进行发放
因为政府已经瘫痪了啊。重灾区的那个独鲁万市啊的市政府，他几乎把那个城市弃城了。从空中上看，好像被那空大机轰炸过的那个战场一样啊。那公务人员也是灾民啊，也是死伤累累啊。那幸存的人呢，都离开灾区去投靠亲友了。啊，谁来发放这些堆积如山而项目也不清楚的物资呢？因为你必须一箱箱打开才知道什么东西呀，不是说外面看就知道是什么东西呀。所以2021年的马来西亚2021年底了，马来西亚也发生100年的大水灾，吉隆坡的淹水啊，也是一样，大家很有爱心啊，光是衣服就已经是堆积如山了啊，最后呢，都当垃圾处理掉啊，你看。大家的爱心捐献出去，最后是当垃圾处理啊！以上我们所讲的，不是说捐赠物资啊不对或不好啊，不是这个意思，要看情形，要能够，假如说要能够确保把这些物资呢送到灾民手中，而这样的作业在非常大型的灾难中呢，有相当的困难度。各位想想看，我们台湾这么小，自己国内送来的物资就已经造成物资灾难了。全球物资都送到土耳其的伊斯坦堡，再送去1000多公里远的重灾区啊！路途中还要面对路段桥毁的重重阻碍啊！这个过程的挑战呢，可想而知嘛。所以在过去的国际灾难中啊，如果是紧急的救灾物资呢，包括生活物资啊，尤其是大米啊、油盐等等啊，这些都是尽量在当地采购。其实这也是正言上人的救灾智慧了。除了在大灾难过后呢，我们可以提振啊，可以带动当地的经济之外呢，也省去跨国运送的繁杂及复杂的这个处理过程啊，而且速度更快，品质也容易掌控。有些特殊物资无法在当地采购的啊，例如新冠疫情的时候，不是那个很多国家欠缺什么氧气机啊、氧气设备啊，当时当地也是无法取得啊，我们只好向其他国家采购啊，再由不同国家以不同的运送方式呢，送去需要的国家啊。那当然这个也是需要有全球布局的联络网才做得到啊，要向不同的国家采购，也是这些国家呢，要有慈济志工协助处理啊，因为还要采购、验货、付款等等的作业嘛，尤其是验货啊，要防有一些商人是发灾难财啊，也是要小心呐，我们不是不相信别人的，我们是比较相信自己啦，要很用心的去检查，不对的货就没有出口啊，我们要的货对的货才出口啊，这个是另一种状况了啊。那这是土耳其的救灾物资送到慈济内湖环保站呢，不是慈济带动，而是土耳其驻台代表处的因缘呐。而这也印证一切都是好因缘，也是一种借力使力的方法的方便法的运用啊，好让台湾人的爱心呢，因为这次的土耳其地震呢，大家凝聚在一起啊，在我们内湖环保站里面呢，然后又有国军在现场帮我们运货运到机场去。然后呢，有1万多人次的志工在里面这样在2个礼拜之内呢，这样的爱心凝聚呢，也传播到国际上去了啊。对台湾的援助有很多的报道。那如果你有在现场的话，在我们这个环保站的现场的话，一定会被那种凝聚的氛围跟情境所感动啊，永生难忘哦这个对整个社会人心呢，都是一个很难得的机会教育啊，所以也是好事一桩。总而言之呢，这2个礼拜这么多人的投入呢，就是一种阶段性的方便用法，叫做方便法。但是如果再继续下去的话，不但会不方便哦，可能会后果难以收拾哦。因为如果不踩刹车的话，物资会源源不断的继续涌入，而大量的物资必须继续号召更多的志工投入，而且要赶时效，走空运，不能走海运。为什么？因为再过2个月，土耳其就夏天了，要跟时间赛跑，所以要空运嘛，运费比物资还贵啊。
运费是一大笔数目那干脆把那个空运的钱拿来捐就好了，干嘛去弄那些物资呢？对不对？那不运出去吗？对这些满腔热血跟爱心的大德怎么交代呢？所以是进退两难即使用那个运费比较低的、比较便宜的海运运出口了，那时间更久嘛，那何时会交到灾民手中呢？甚至能不能顺利运到灾区呢？老实讲了，这个是很大的变数了。这也是慈济没有主动号召民众捐献物资的主要原因。但是我们的重头戏在后面等一下我再分享。总而言之了热情跟激情过后呢，最后还是要回归到觉有情还是要从长计议，以理性面对有这个觉悟就叫做觉有情那宗门的世间法不能离开法脉的出世间法，一个是方便法，一个是真实法就好像火车必须双轨并行一般嘛，才不会偏离正道嘛虽然是用方便法，但必须确保方便中蕴藏的真实这样才能够叫做真实义真实义就是方便中蕴藏的真实方便只有方便没有真实，那个就不能叫做真实义了所以慈济在灾后第5天呢，也是立即派出看灾团每天以视讯方式向正言上人的报告当地灾区的情势跟讯息也会见了土耳其的副总统嘛新闻都有报道了嘛希望仔细评估后呢，做出短中长期的援助计划这个对慈济来讲是很有丰富的国际经验的以过去的经验我们这盖学校、盖永久屋，甚至是造镇计划这个是慈济国际救灾的一贯做法啦。也就是说，跑在最先，做到最后当然我们台湾派出去130个人的这个搜救团队呢那是一个紧急救灾的第一线嘛，那个要抢时间的。可是紧急过后的短中长期援助，那才是慈济要投入的部分过去几十年来呢，慈济有进行灾后重建的国家有10几个，包括呢多米尼加、墨西哥、萨尔瓦多、海地、巴拉圭、瓜地马拉、南非、印尼、斯里兰卡、菲律宾、泰国、柬埔寨、缅甸、中国大陆，还有一个是目前正在盖永久屋跟学校的国家就是莫桑比克啦那再一个就是台湾。那莫桑比克是因为2019年的发生一代气旋，重创了东非的3个国家包括马拉维、辛巴威跟这个莫桑比克啦。那慈济选择在莫桑比克盖23间学校跟3000多间的永久屋到现在还在进行中还没有结束。那其实你看几年了，2019嘛那今天也差不多4年当初去救灾的一些 NGO 都早就离开了嘛，只剩慈济在那边还在做印证了走在最先做到最后的救灾理念其实现在很多国家有慈济据点跟志工团队的成立都是因为当初一个偶然的灾难而启发出来的本土的种子这就是为何慈济会成为全球日不落的团体之故嘛。当年台湾发生921大地震震垮了无数的民房跟学校，后来又发生莫拉克风灾嘛，造成严重土石流淹没许多房屋甚至整个村子被灭村了嘛。那这么大的灾难，慈济是把重心放在灾后重建的希望工程上面这个才是重头戏用最多的时间、最多的人，还有最多的善款所以921的时候，慈济盖了51所学校每一间都是工字铁加钢筋水泥的结构，这个结构是坚固如堡垒一般我们当然不希望将来有任何灾难但是万一如果还有地震的时候，这些学校就是最好的避难场所那不止如此每一间学校的设计就好像是一个艺术品一般各有其特色。而88风灾，慈济甚至在88天之内呢，完成了1302间的永久屋也盖了2间的教堂。因为你要盖快一点，
否则这些灾民没有地方住，你要盖临时屋给他，将来还要再搬一次，也是麻烦。不如我们就加快速度。好，那以上分享的那么多啊，大家就很清楚，慈济的救灾模式跟一般团体是有很大的不同之处啊。不是蜻蜓点水，而是要帮到让灾民很有感觉啊。这是证严上人常常提醒全球的慈济志工啊，你们在救灾在发放的时候啊，不要以自己有省省的用，不是。不要担心钱不够的问题，入我们不平，出我们不富，啊，该救的就是救，啊，这是证严上人经常强调的理念，要帮到有感觉啦，所以救灾行动是个方便法，那救灾要不要智慧？要啊，救灾智慧就是真实法，啊，救灾行动是慈济宗门呐，是悲门呐，慈悲嘛，那救灾智慧呢是净施法脉，是智慧。两个是相辅相成、双轨并行的，也就是刚刚一开始我们讲的嘛，全时一体呀，全时并严呐。那同样的道理啊，资源回收是大地的环保嘛，那大地的环保也只是方便法而已哦，心灵的环保才是真实法。那大地的环保是可以再利用的就回收，不能再利用的就丢掉嘛。那心灵的环保是什么？有益心灵的牢记心头，无益心灵的放诸水流。但是一般人是这样子哦，大地的环保可以把分类做得很好，该取该舍的都分得很好，但是心灵的环保分类啊，就不一定做得很好哦。我们常常会把有益心灵的放诸水流，那无益心灵的，反而牢记心头，刚好倒过来，或者是该记的吗？记不起，该忘的吗？忘不了，或者是好事记不起，坏事忘不了，那这个就很要命了啊！对，那我们要学习的是什么？该记的忘不了，该忘的记不起，这样才是心灵的环保了。所以，当我们在做大地环保的时候，那个是方便法，方便中刚刚讲嘛，蕴藏的真实嘛。这个真实就是你要把大地的环保提升到自己心灵的环保，那就是从方便中走入真实的意思，就是这样子的对，大地环保是方便法，心灵环保是真实法，大地环保是慈济宗门，心灵环保是净施法脉一个慈悲一个智慧嘛。加起来就是悲智双运嘛，曾经有2个国家呢，都在盖净施堂都回来请示证严上人一个地方证严上人同意他们呢举办正式的上梁仪式跟启用典礼但是对另一个国家来讲上人要他们说哎呦，上梁有什么仪式啦？时间到的时候，好好的把梁吊上去，并把它放好，这样就是上梁仪式啦。并且说不要太执着于形式。后来净施堂盖好了，想要举办启用典礼，我替这个分会去请示上人，上人问我说他们净施堂已经在用了吗？我回答说有些地方已经开始用了。那上人说那这样就是启用仪式啦。这就是依众生不同的根基去观机斗教啦，也就是因以方便法得度者，则以方便法而度之；因以真实法得度者，则以真实法而度之。已经在学佛了，心中还割舍不了民间信仰。其实学佛里面很多人是这样子的虽然在学佛了，还割舍不了民间信仰，甚至跟鬼神扯不清都有那上人就以方便法呢，让他们呢举办上梁仪式，来安他们的心。但是心中如果能够舍方便取正直的，或可以直接以行动破迷的，他可以接受真实法的，上人直接就以真实法来教化他就跟他讲说，不必上梁仪式啦，也不必启用典礼啦，不必有这样子的执着跟挂碍这个就是因材施教跟观机斗教嘛。
也就是方便不离真实啊，真实不离方便呐，两者互相搭配，那就是一种巧妙。其实台湾所有的进士堂啊，在建造的时候也没有上梁仪式啊，我们从来没有听过说哪一个进士堂要盖的时候要上梁仪式啊。那完工启用呢，也没有任何的启用仪式啊。花莲进士金舍主堂也是一个非常有历史性的一个启用啊，但是也没有启用仪式啊，好了就用了啊。这个证明了正言上人是务实主义者，不重形式，重务实。但是呢，同属民间信仰的烧金纸啦、杀生普渡啦，这个上人就很急切呼吁慈济人要身体力行，广为宣导大众呢，须戒除之啊。那这个就是跟尊重生命跟环保救地球是息息相关的啊。那慈济人就是要以身作则啊，以身试教啊。所以事情也是有轻重缓急、本末先后的顺序，有所为也有所不为啊。其实这也合乎佛法所讲的讲因缘、重次第以及圆满跟恒顺的基本精神呐。那我们以各种例子、不同的角度来解释呢，就可以看出它其中的奥妙之处嘛。对，好，再来，同样的道理，有一些志工呢喜欢抄经呐，而有一些据点呢，因大家都参加抄经嘛，而影响了正常的活动的推动。干部们呢，就回经社请示上人啊，那上人几句开示呢，就让大家豁然开朗啊。上人说抄经我不鼓励，但也不禁止。短短几句话，非常的清楚。他告诉我们，不鼓励的意思就是说不必去做啦，还有一些比这个重要的事情要做啦。那不禁止的意思就是说，如果你坚持要抄经，那也没什么不对或不好啦，这个也是一种用法的圆融啦。不过会听话的人呢，一听就明白啊。那既然师父都讲不鼓励的，我们何必去做师父不鼓励的事情呢？对不对？你去做师父鼓励的事情，那个叫做依教奉行嘛，而不是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叫做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千万就不可以。对，好，之后呢，上人继续解释为何不鼓励抄经的理由是什么呢？上人说古代人呢之所以要抄经呢，是因为古时候呢印刷业不发达，只好靠抄经的方式呢把经文保存下来。现在科技这么发达，印刷业这么发达，经书都印得很精美啊，我们何苦再去抄经呢？而更重要的一点是什么？经文在，如佛在。那么多抄好的经文，也是要恭敬摆放啊，不能随便放啊。那这个是不是会造成我们的困扰呢？佛陀当年开始唱演这个《法华经》的时候呢，有4众弟子发起众、当机众、影响众、随缘众相信大家都了解这个道理了。那现在高僧大德开示也是有4众弟子然而呢，我们要学的是其中的2个，一个叫做发起众，一个叫做影响众，这2个是我们要学习的。发起众就是舍利佛嘛，锲而不舍请佛陀开讲嘛，佛陀因为他一直锲而不舍，佛陀最后开讲了嘛，所以发起众要学这个发起众。影响众呢，就是那时候呢听佛开讲《法华经》的时候呢，觉得这个《法华经》很有道理也很受用那进而呢帮佛陀去对外宣扬去向别人度化例如呢那时候在场的有文殊师利菩萨、观世音菩萨还有其他他方诸佛化身的各种菩萨等等都在现场这些都叫做影响众那佛陀开讲《法华经》的时候，当场有5000人因为听不懂、不对机，甚至是质疑而离开。那剩下在座发心的人就是什么？都是当机众了。没有离开5000人离开了嘛？没有离开，剩下这些人叫做当机众了。那没有离开这些人，在座的这个里面呢，有些人呢听不懂，
以前是小圣，现在是大圣的，大圣的道理听不太懂。不过他也没离开哦，虽然呢有在听法，但是闻而不悟。但是现在不悟，将来也有可能会开悟，这样今生那时候了哈，也结下一个听法的缘呐。听不懂，我还是坐在那里听，这个叫做结一个听法的缘啊，这个叫做结缘种了。那这个四众弟子的这个说法呢，用到现在也是通啊。上个月星云大师圆寂哈，大家都知道这个大新闻嘛，佛教的大新闻呢。大师在玉历的遗嘱中已经正告大家了，我没有舍利子。然而荼毗之后呢，一堆人呢还在牵扯烧出舍利子的事情呢。大师都说没有，你一直说有，是你说了算还是大师说了算呢？大师都讲没有，我们就不要再去讲有的没的啊。这不只是众生的愚痴啊，还陷大师于不义呀！叫你不要讲，你还讲，意思就是这样子啦啊。所以有舍利子或没舍利子都不重要，即使有也不讲，也不去提。为什么高僧大德他们都说他们没有舍利子？生前就先讲好了啊，那他们也不谈舍利子啊。因为这就是佛知佛见呐，就是很精准的在传承佛陀的遗教，这个就是正信佛法。那星云大师为何在生前就先说自己没有舍利子呢？那是因为大师希望世人对佛法的认知应该回到根本，而不是在有形有相上的去追求。正信的佛教徒不会去否定舍利子啊，虽然不谈，但是没有否定哦。但也不会去强调舍利子。如果一位生前很有修行的出家人，圆寂荼毗之后没有烧出舍利子，那要怎么解释呢？不能因为没有烧出舍利子而否定他的修行啊，是不是？这是不是造成很大的困扰呢？有一个观点呢很重要，想要追求佛陀的法身舍利者，才能为他宣讲《法华经》呢。只是在寻找佛子舍利或佛牙舍利，或在追求舍利子的人，甚至对舍利子膜拜祈求的人这些人你不能跟他说《法华经》会鸡同鸭讲，完全不对机啊。法身舍利就是佛陀的言教跟身教，法身舍利就是真理的。所以修持《法华经》以我们慈济来讲是修持《法华经》。就是在于深入佛陀证悟之后的法性流露之处法华经也是佛陀法身舍利的宝塔之处所以证严上人曾经开示法华经是诸佛的法身舍利，为诸佛所护念，能护此经，即为顺佛之本意也就是供养诸佛了啦这是言简意赅的开示。那一群人在大谈舍利子的时候呢，佛光山的住持师父马上定调表示，记录大师言教跟身教的星云大师全集就是星云大师的法身舍利了这是佛光山呢对这次这个舍利子事件的定调，而且动作很快，立即呢正视听导正视听这个是为癫狂慌乱做正念，马上破解一些人的迷失，做得非常好总而言之呢，与其把荼毗之后的碎骨放在佛寺里面不如身体力行，将经文落实在生活中跟人群中，这才是佛陀的本意跟期许这个道理我们要清楚基于这样子的思想呢，那实际的修行理念就是这样子，道场不是在佛堂里正法也不是在寺庙里，而是在人群中、生活中、心中、路边、厨房、医院、灾区等等，无处不在。所以他说无处不到场嘛，无人不是法嘛，我们以前有讲过嘛。这个就是与生活全然结合的一圣真实法。有一次在一个志工干训营中有一个问与答的环节
那一位志工就提问他说每一个人对好坏对错都有自己的想法跟观点，有时候组长要我们听他的话，照他的方法做，结果我们自己反而不受用，不好用，也做得不欢喜。请问呢，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要用什么样的心态去面对呢？其实这个是在反复团体里面的很多人有这样的问题啦。那我就回答他了，好坏对错有时只是观念不同而已啦。甚至不同人因为所处的位置不同，也会用不同的角度去判断跟解读其实我们自己也是一样啊，昨天跟今天的地缘跟时缘不一样了，所处的环境也不一样了，想法跟见解也会变来变去啊。这个在佛法上已经告诉我们，叫做变异生死啊。生死有两种，变异生死跟什么？跟分段生死这叫做变异生死变异生死就是指念头啦，一个念头死了，另一个新的念头又生出来啦，一个新的思想升起来了前面一个思想又马上死亡啦这个佛法上叫做变异生死。身体或生命的生生死死这个叫做分段生死简单讲就是这样子的无论是方法、做法或想法，一切都是法无定法，法本无法，没有高下对错之分以前我们有分享过了，只要是心念是正的，则外道经典也是正法。相反的，你心念不正，学佛多年也是外道啦。所以用法之道，只要是心念纯正，也能对机受用而最终也能殊途同归，悉归实质，这样就是方便不离真实中门蕴藏的法脉，也就是无上甚深微妙法啦。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药无贵贱，能治病就是良药；法无高下，能对机就是妙法。那不对机或因缘不成熟，即使有大法也没办法，叫做无法度啦，无法度啦那说法者希望对机，听法者也希望能够对机，但偏偏说者谆谆，听者渺渺啦，有听没有懂啦问题是团体这么多人，那众生的根基也不整齐人人都同时要对机也是不容易的。不同的人听同一个人讲话都会法随众生各得其解，不是吗那方法是属于宗门的领域，也是属于世间法，可随其所需而方便用法。然而方法虽可因人而异，或因地因时制宜，但需确保万变不离其宗这个宗就是万法归一，这个宗跟一就是指法源或者法脉，也就是众头，众串的众头也就是刚刚前面讲的殊途同归的意思嘛用方便法来传教无非是要与听法者的根器能够对机，所以能够权巧说妙，观机斗教，这个很重要举例来讲大家一听就更明白了嘛。每年的农历7月慈济都会在社区举办吉祥月的，邀约社区的民众大德悉家带眷，大家一起来参加这个祈福跟爱洒。那晚会中同时有老人、大人跟小孩聚集在一起，那这个时候你要大家恭敬的来绕佛绕法以为这样子会很庄严但是场面会很难掌控这个时候的用法之道就要很弹性绝妙不能墨守成规否则跟会众会不对机至少小孩子跟行动缓慢的老人家，他没有兴趣跟你绕佛绕法嘛，这样他们就会失去兴致了，很可能就很没趣，活动到进行一半先离开了，人潮就慢慢减少了。同样的道理来自全球不同的国家的企业家透过参与营队来了解慈济那这些人对慈济有的是一知半解，有的是第一次参加全然不知，有的也不是佛教徒如果你要在圆圆的时刻呢，勉强大家跪着唱立愿文唱着敬请上人莫忧虑这是在为难别人呢。他们也无法理解正言上人在忧虑什么对这也是很不对机，很格格不入
这叫做唱不由衷啊，嘴巴在唱，心里都不这样子想啊，对啊，这样其实甚至这样是一种不尊重这样会弄巧成拙，对，没有办法度人呐，所以用法之道也是需要方便与圆融啊，其实呢，这也是佛说人有20难里面讲的善解方便难我们有讲过嘛，以前善解方便难嘛，意思就是说要拿什么样子的方便法来教化众生，并且在方便中蕴藏的真实这也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一般佛教徒呢，受持5戒，那持戒人的恒持10戒声闻圣的人修4圣谛缘觉圣的人修12因缘，那菩萨道修6度万行，这些都是佛教的方便教法啦，也就是全教嘛。甚至讲东方琉璃世界啦，或西方极乐世界啦，或者西方极乐净土啦，都是方便全教啦。东方跟西方只是个代名词，从东方看是西方，从西方看是东方其实追根究底就在心净的一方啦，所以才说心净佛土净嘛，净土也是一种心灵的境界并不是遥不可及，不是在东方，不是在西方的，真正的净土是在自己的内心，也就是心清净的话呢，当下就是净土；你心不净的话呢，当下就是秽土。同理嘛，心清净就是在佛净嘛，心不净就是在魔净嘛，道理是一样的嘛。好。今天晚上我们方便与真实的读书会就分享到这里希望诸位同修能够法喜充满，福慧双修祝福大家，也感恩大家。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